各位观众请听题。问：开发后端系统时，什么东西最重要 ？A. 认证与授权 B. 向后兼容 C. 缓存机制 D. 技术文档 E. 错误处理。正确答案是 F。不要相信前端传回来的任何东西。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基本原则，结果就会跟 React 一样，喜提满分10分的前端框架历史上最严重的安全漏洞。在2024年年底，万众期待的 React 19发布，其中最重磅的更新自然就是 React Server Components（RSC），一个全新的后端渲染机制。对于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前端框架，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意味着在 Vercel 公司的推动下， React 彻底压住 Server-Side Rendering（SSR） 的技术路线。Vercel 公司通过 React 大搞 SSR 给后端引流，然后用 Nest.js 框架做壳给自家云服务引流，整个战略一气呵成，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阴谋。在今年年初 Nest.js 就出现过 9.1 分的严重漏洞。我在分析那个漏洞的第35期视频里，在最后总结时说过，这些勾当的背后，鬼知道还有多少致命的漏洞。现在我们知道了。2025年11月29日，来自新西兰的安全专家 Lachlan Davidson 向 React 团队提交了一个 bug 报告。他通过在 HTTP 请求里构建一个精心设计的 JSON， 成功让使用 React Server Components 的服务器执行了一段代码里完全没有的命令。如果只是借用服务器的资源跑一下 console log， 那倒也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最多给个6分。让这个漏洞值10分的原因是，不管你在这个 payload 里写什么，只要它是正确的 Node.js 代码， React 都会执行它。比如说，你可以调用 Node.js 的 child process 模块，直接在服务器上执行 bash 命令。如果你的后端是用 root 之类的高权限账号部署的，那就更刺激了，可以直接给它来一个一键扫荡。如果你不想搞破坏，只是想要窃取一些机密，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通过 FS 模块读取任意一个系统文件，然后通过 HTTPS 模块把文件内容发送到自己的服务器。如果你懒得搭建自己的服务器，或者怕事情败露后被警察叔叔沿着网址摸过来，你也可以原地把窃取到的内容放进 error 里抛出，这样服务器就会用500报错把 error 送回来。如果你想做的更隐蔽一些，免得忽然出现大量的 error log 被人发现有异常，你也可以让 HTTP 请求正常返回，然后把机密塞到返回的 header 里。这个漏洞不仅严重，而且很容易复现，所以 React 团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你偷偷的发布修复补丁，大家不知道出大事了，就很难保证补丁的安装率。如果你全世界通告漏洞的存在，那黑客肯定比谁的反应都快。所以 React 团队为了延缓黑客的速度，给大家拖够时间看到新闻打好补丁。在2025年12月3日，他们仅发布了通告和补丁，没有解释任何技术细节。他们还特意在补丁中混入了将近1000行的其他代码，就是为了让人更难找到漏洞的源头，把它复现出来。但毕竟 React 是一个开源项目，一切都是明牌的，这种小伎俩是拖不了多久的。像我这种前端半桶水的程序员，也只是花了几个小时，把补丁涉及那几个文件和他们的上游都看一遍，基本上就能捋清整个逻辑链条了。简单来说 ，React 这个 RSC 模块在收到前端请求时，会进入一个 recursive parsing 的逻辑。在这个过程中 ，parser 会生成一个类似 AST 的数据结构，其中有一个叫做 parse model string 的函数，负责识别这个数据结构。这里你能看到，它就是一个巨大的 switch case， 根据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字符来判断它属于哪种数据。比如说，以 $Q 开头的就是 map，$W 开头的是 set，$K 开头的是 form data。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 $at， 它指的是一个 promise， 也就是一个会异步执行的 JavaScript 命令。这种特殊数据就会被打包成一个独立的 chunk， 状态设置为 pending， 等待后续的数据流。数据流完整传输到位后，这个 chunk 的状态就会被更新为 resolve module， 代表它可以执行了。在执行之前，需要先通过 parse module string 函数对 chunk 内容再做一次 parsing， 把它从 binary 转换成正确的 JavaScript 结构。比如说 $A 是 array buffer，$S 是 int16 array。这里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B 指的是 blob， 因为 blob 就是 blob， 没有什么需要转换的，所以以 $B 开头的数据会跳过 constructor 的步骤直接执行。OK， 整个逻辑链条说完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 Lance Davidson 提交了这个样本 JSON， 你就能看懂了。他先把这个 payload 转换成 string， 然后再转换成 buffer， 这样 React 的 parser 就会读到一个长得跟真实 AST 数据一模一样的东西。这里的 $@ 告诉你它是一个要被执行的 promise， 而这里的 status 等于 resolve module， 就让它绕开了不存在的 pending 状态，直接进入执行流程。这里的 $B 告诉你它是一个 blob， 请你绕开 constructor 步骤直接执行。最后通过精准的对应 $B 数据的处理代码，让 parser 通过它提供的 underscore prefix 和 underscore form data 这两个 key， 乖乖的把 underscore prefix 里的文本当作是 blob 的内容直接执行，也就是这行 console log 代码。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 JSON 就能伪装成功呢？因为 React 从头到尾都没有验证手上的这个 AST 数据是不是 parser 自己生成的。理论上你能够在请求内容里伪装任何东西，它都会傻傻的全盘接受。这也是让这个漏洞一举拿下10分满分，成为完美漏洞的点睛之笔。这个事件中不存在背锅侠，因为整个 React 核心开发团队和幕后黑手 Vercel 公司都是罪魁祸首。Vercel 一直在模糊 React 的前端和后端，这不是不小心的，而是故意的，因为他们需要让 React 的使用者那些前端开发团队更容易接受这种极端的 SSR 路线。但本质上，这种跨网络的通讯就是一种 Remote Procedural Call（RPC）。RPC 框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的安全机制也早就有了很成熟的设计准则。不管是早年的 SOAP， 还是现在最流行的 gRPC， 都很遵守这些基本准则，比如说 schema 的设计、explicit 的定义、防止边界混淆的措施等等。然而 Vercel 这些人就是没有一点点后端开发的职业操守。从整个 ISC 的设计来看，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把前端圈子的所见即所得作风带来了后端。就像在第35期视频的结尾，我当时大胆的预言，这不会是 Next.js 最后一次严重漏洞。在这里我也敢再次大胆预言，这也不会是 React 最后一次严重漏洞。如果你有用到 Next.js， 务必认真听清楚这个章节的内容。在 React 上报漏洞的同一天， Next.js 也向 CVE 提交了一个漏洞报告。Next.js 提交的这个报告内容上和 React 提交那个是完全一致的，整个报告都只在描述 React 的漏洞，没有别的。所以 CVE 拒收了这个漏洞报告，把它标记为 duplicate。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理解误区，就是有不少人会误以为这次漏洞事件中 Next.js 本身没有出问题。如果我的项目里有安装 React 和 Next.js 这两个依赖，我只需要更新 React 的补丁就可以了。注意，这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因为 Next.js 不像其他框架那样纯粹把 React 当做一个依赖，它是把 React 的全部源代码都复制进自己的代码库里。如果你的项目同时安装了 React 和 Next.js， 那实际上你有2份 React 代码，一份是独立的 React， 另一份藏在 Next.js 的 bundle 里。所以如果你们团队有用到那种很高级的自动化漏洞修复流程，可以自动监听和同步 CVE， 自动下载补丁，自动发布更新，那么你反而会漏掉 Next.js 的补丁，因为它被 CVE 拒绝掉了。所以务必记得手动把 Next.js 更新一下。虽然截止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Next.js 里的 React 代码和大家用的 React 有什么区别，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做法显然就是为了以后做定制版本的 React 在铺路。我在这方面的第六感一向很准，大家走着瞧就吃了。最后登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Cloudflare， 这次他又给我们带来了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彩故障。本来作为一个基建服务商， React 这么一个前端框架出漏洞应该跟他们是没啥关系的。但是根据我在 Cloudflare 内部的线人透露，他们高强度的使用 React， 而且水平很烂。果不其然，在 React 漏洞公布了2天后，12月5日早上8点 Cloudflare 又瘫痪了将近半个小时。只不过瘫痪原因并不是漏洞被黑客发现导致的攻击，而是非常具有 Cloudflare 特色的连锁事故。时间回到 React 漏洞公布当天， Cloudflare 立马很自豪地宣布，自家的防火墙服务 WAF 上追加了对这次漏洞的防护，所有免费和付费的用户都可以自动享受。WAF 对于 HTTP 请求的检测主要来自于他们的 proxy 缓存，目前这个缓存的上限是 128KB。鉴于用上了 ISC 的人基本上也都是 Next.js 用户，
而 Nest.js 默认的请求主体上限是 1MB， 所以 Cloudflare 决定把自家 proxy 的缓存上限也改成 1MB， 这样可以保证所有 Nest.js 的流量都能够被 WF 保护。只不过在发布这个改动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问题，用来给 WF 做测试的工具不支持 1MB 的数据体积，发布流程就被这个测试工具给卡住了。不过既然只是拿来做测试的，那关掉它也无所谓，是吧？而事实证明，确实无所谓。只不过关掉它这个动作引发了另一个经典错误。首先要知道的是 ，Cloudflare 的所有模块都有统一的规则引擎来引流。一个请求是否经过某个模块，包括这个模块里负责测试的子模块，都是由一条条独立的规则所决定的。所以要关掉 WF 的测试，要做的其实就是跳过 WF 里指向测试模块的那条子规则。如果你有看第49期视频，就会知道 Cloudflare 最近在迁移规则引擎，新旧两个版本的引擎在同时运行。上个月出故障的是用 Rust 重写的 FLR 引擎，而这次出问题的则是基于 Nginx 用 Lua 写的 FL1 引擎。画面上这段用 Lua 写的代码，主要负责总结子规则的执行结果，但因为 WF 的测试子规则被跳过了，所以在总结它的结果时，这里的 rule_result.execute 是个空值，那它自然就没有一个叫做 results index 的参数，那这就是经典的 null pointer exception 了。这么低级的 bug 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在 FL1 引擎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这段代码从未被使用过，也从未被测试过。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 React 满分漏洞，很有可能直到规则引擎的迁移结束，整个 FL1 引擎正式退隐江湖，也不会有人发现这个 bug。因为如果 React 的漏洞没有曝光， Cloudflare 就没有机会蹭这个热度，就不会发布 WF 对于 Nest.js 的支持，就不会想要修改 proxy 的缓存大小，就不会发现 WF 的测试工具不支持修改，就不会想要跳过这个测试，就不会去关掉规则引擎里的这条子规则，就不会触发这个 bug， Cloudflare 就不会挂掉。所以说 React 的漏洞阴差阳错的瘫痪了半个互联网，妙哉妙哉。无论是能力赶不上野心的 React， 还是又蠢又坏的 Nest.js， 亦或是公式化草台班子的 Cloudflare， 我都已经没什么好总结的了。这半年就做了4次故障解读了，我已经彻底麻木。往常的我还会去深究问题的根源，找出行业的本质缺陷，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现在的我只想说一句，下一个傻子什么时候登场？我已经新建好文件夹了。